问你一个问题哦，你觉得几千年前的哲学家跟我们今天在实验室里，研究肌肉的科学家，他们有可能在聊同一件事吗？哈哈，这听起来很扯，对不对？对，但今天我们要来深入剖析的这两份资料，一份是关于人类意识演变的古老探讨，另一份是最新的肌肉生物学研究，而它们之间竟然有一条意想不到的隐藏连结。没错。而且这条连结关乎我们如何感受自己跟世界的关系。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失落与重逢的故事，就是说我们曾经拥有的一种深刻的连结感，它是怎么消失的？然后几百年后，科学又是如何用一种全新的发生在我们身体内部的方式，让我们重新发现它？准备好了吗？这趟旅程，可能会有点颠覆你的想象。听起来就很吸引人。好，那我们就从一个看似很简单的现象开始吧。彩虹哈，每个人都看过吧？但我想问的是，当你指着天空说那里有彩虹的时候，彩虹真的100%客观地在那里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正是哲学家欧文·巴菲尔在他的书里探讨的核心。他的观点是，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包括你说的彩虹，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东西。它更像是一个合作的产物。一方面要有物理基础，像是阳光啊、空气中的水珠，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我们人看它。对，必须要有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意识去感知和诠释彩虹这个现象才会成立。等一下，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现场没有人看彩虹，严格来说就不存在哦。这听起来有点像那个，如果森林里一棵树倒下，而没有人听见它有发出声音吗？那种哲学辩论呢？有点那个味道，但更深一层。巴菲尔用了一个词叫集体表象。彩虹之所以不是你个人的幻想，是因为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你身边的人也能看到。因为我们共同看见了。对，我们是共同参与了这个现象的创造，所以我们看到的真实世界，其实一直都是物理现实和我们人类集体心灵。哇，这个概念光是想一下就觉得很震撼呢。所以不只是彩虹，就连我们眼前这棵看起来很坚固的树，如果物理学家会说它其实是高速运动的粒子跟一大堆空气组成的。那我们感知到的一棵实实在在的树，其实也是一种集体表象。完全正确。而这就带我们到了一个更古老、更核心的概念，包菲尔德称之为原始参与。而且这不是一种抽象的信念，不是信念，不是，而是古代人实际体验世界的方式。举个例子，中世纪的人看待星空，不只是觉得我相信星座会影响我的命运，不是这样的。他们是直接感觉到天上的星辰以某种方式在跟地球、跟植物，甚至跟自己的身体共振。所以那是一种更直接、更切身的感受，不是用头脑去想。对，不是用想的，是用整个身体去经验。这就是所谓的宏观宇宙与微观人体的呼应。在那个世界观里，你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活在一个跟你无关的宇宙里，你本身就是宇宙的一个缩影，万物都跟你内在有所连结。哇，你不是一座岛屿，你更像是一个还在母体里与万物相连的胚胎。好，这种听起来既诗意又深刻的连结感，听你这样讲，我都能感觉到它的美好。那我们是怎么把它弄丢的？这就是整个故事的转捩点了。科学革命的影响远比我们课本上读到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要来得更根本。哥白尼、伽利略他的那个时代带来一个全新的颠覆性的观念，那就是一个能够完美解释观测结果的数学模型，就等于是物理上的真相。这听起来很合理啊，模型能预测，不就代表它是对的吗？这在今天看来很合理，但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思想转变呢。你想想看，在那之前，托勒密那套地心说系统，大家觉得它就是个好用的计算工具，一种假设啦。就方便就好。对，没人真的把它当成宇宙的真实样貌。但新的观念是，数学上的优雅跟准确等同于宇宙的本质。
这个转变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世界开始被看成一架跟我们人类意识完全无关、自己独立运转的巨大时钟，一架机器。计算这部机器，然后我们跟它的那种内在连结感就断了。巴菲尔都用了一个很重的词，叫偶像崇拜。他说，我们创造出了一个纯粹客观世界的偶像，然后我们去崇拜他，忘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客观世界，其实有一半是我们自己参与建构的。这真的可以从语言的改变看出来耶。就像血液这个词，在中世纪，它可能同时代表了生理的液体、人的性情、家族的传承，充满了各种意义的连结。但今天我们一讲到血液，想到的就是血型、血红素、各种化学成分，那种整体的感觉被抽离了。没错，所以这就是我们失落连结的故事。我们为了追求客观的真理，反而把自己跟世界的连结感给弄丢了。但有趣的是，科学好像总会绕一圈回来。你带来的第二份资料，正好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找到了这种连结的具体证据，对吧？对，我正要说这个。刚那个故事听起来有点感伤，但接下来这个发现，简直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一道曙光。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肌肉大脑轴。意思就是你的肌肉不只是让你举重跑步的工具，它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内分泌器官，会一直主动的跟你的大脑聊天。这场聊天的语言就是一种叫激动激素的分子，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肌肉分泌的信使分子。当你运动的时候，肌肉就会把这些信使释放到血液里，它们就像快递员一样，穿越重重关卡。包括那个很难通过的血脑屏障，直接把包裹送到大脑，告诉大脑该做什么。哇，等一下，肌肉跟大脑对话这个概念已经很酷了，但你说的这几个信使名字听起来更夸张。第一个叫什么 BDNF，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光听名字就觉得很重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的功能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厉害。BDNF 对我们神经元的存活、生长，还有建立新的连结，也就是神经可塑性，都超级重要。简单说，它就是大脑的肥料。大脑的肥料，对，能让你的脑细胞长得更健康、更聪明。而现在我们发现，你手臂的二头肌、你大腿的股四头肌，在运动的时候，竟然会制造这种大脑肥料。这就说得通了。以前我们只知道运动对大脑好，但感觉像个很模糊的概念。现在等于是找到了那条具体的物流管道，告诉我们养分是怎么从肌肉送到大脑的。没错，还有一个信使更有诗意，叫做鸢尾素。鸢尾素。对 ，Irisin， 它的名字来自希腊神话里彩虹女神的名字，它也是众神的信使。哇，这个名字取得太贴切了。运动时肌肉释放鸢尾素，它一样能穿越血脑屏障。然后它在大脑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去敲门，告诉大脑：嘿，身体在动了，赶快多制造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 BDNF 吧。天哪，这是一个连锁反应诶！肌肉派出 A 信使，就是鸢尾素，去大脑那里下订单，请大脑工厂多生产 B 产品，就是 BDNF。这也太精妙了吧？是不是很神奇？还有另外一种叫组织蛋白酶 B，CTSB， 研究也发现它能直接进入大脑，而且它的浓度跟我们记忆力、学习能力的表现有正相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每次卡稿出去跑个半小时回来，思路就突然通了。以前我以为只是血液循环变好之类的笼统说法，原来是我的大腿肌肉真的在分泌聪明药给我的大脑啊！你可以这么说，没错。但这份研究也揭示了令人担忧的一面。在很多现代的代谢疾病里，像是肥胖或第二型糖尿病，这场肌肉和大脑之间的精彩对话会断讯。断讯是讯号变差，还是直接没讯号？可以说是讯号全面混乱。一方面，好的信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BDNF、鸢尾素这些分泌量会大幅减少。另外一方面，坏的因子反而会增加，
例如有一种叫肌肉生长抑制素的东西，它会抑制肌肉生长，甚至导致肌肉萎缩。哦不，所以这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嘞。身体代谢出问题，然后好的信使变少，坏的因子变多，然后肌肉加速流失，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肌少症。对，结果送到大脑的好东西变少，认知功能跟着受损。你完全抓到的重点了，这就为一个我们长久以来的观察提供了分子层级的证据。为什么身体机能的衰退常常跟认知能力的下降像手牵手一样同时发生？这不再只是个巧合或推测了，我们亲眼看到了这条连结是如何因为信使失调而中断的。好，既然这场对话这么重要，而且还有断讯的风险，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我们要怎么做才能确保这条线路永远畅通，甚至是升级成5G 高速网路？最好的方法，也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运动。现在我们从激动激素的角度来看，运动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它不只是在燃烧卡路里，它是在重启和强化这场肌肉与大脑的关键对话。我懂了。所以当我在跑步机上跑到上气不接气的时候，我不应该只觉得好累，我应该想象我的大腿肌肉正在开一场盛大的派对，把满满的 BDNF 跟鸢尾素这些信使像发红包一样撒进我的血液里。哈哈哈哈哈！然后他们浩浩荡荡地冲向我的大脑，帮我的记忆体升级。这个画面感太强了，但基本上就是这样没错。而且好消息是，不管是有氧运动还是阻力训练，都能有效刺激这些好信使的分泌。所以你不用执着于特定一种运动，找到你喜欢的，能持之以恒就对了。运动是必须的。那除了动，吃的方面呢？病从口入，那健康应该也能从口入吧？当然，营养是第二大策略。你吃的东西可以直接当这场对话的助燃剂。首先，第一个可能很多人会忽略的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 我以为它主要是跟骨骼比较有关呢。那是过去的理解。新的研究发现，维生素 D 可以直接作用在肌肉细胞，增加鸢尾素的分泌。考虑到我们现在人，特别是办公室族群，普遍都晒不到太阳，维生素 D 严重缺乏，这点就非常值得注意。所以适度晒太阳或补充维生素 D， 等于是在帮我们的肌肉信使加油。好，这个我记下来了。那下一个，我猜大概就是 Omega 3了吧？几乎所有跟大脑健康有关的话题都会提到它。它在这里也扮演了角色吗？你猜对了，而且它的作用机制跟你想的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它对大脑本身好，但新的证据是 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量也跟我们血液中鸢尾素和 BDNF 的浓度有正相关。哦，等于说它不只直接对大脑好，还能透过支持肌肉信使，间接的帮助大脑。原来如此，它是双管齐下。那富含 Omega 3的食物，像是深海鱼、坚果、亚麻籽油，就该多吃了。对。最后还有一大类叫做多酚类化合物，你可以在各种色彩鲜艳的植物蔬果中找到它们，比如姜黄里的姜黄素、蓝莓里的花青素，或是绿茶里的儿茶素。它们最强大的功能就是抗发炎、抗氧化。这跟肌肉信使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我们前面提到，在肥胖或代谢疾病的状态下，身体常常处于一种慢性发炎的状态。这种发炎环境会严重干扰激动激素的平衡，而多酚就像是身体的消防队，能帮助扑灭这些不必要的火苗，为肌肉和大脑的顺畅沟通提供一个稳定、健康的环境。哇，今天这趟旅程真的太奇妙了。我们从一个遥远的古代世界开始，那时候的人类感觉自己跟星辰、跟万物都有一种神秘的内在连接。然后我们走进了科学革命，为了追求客观知识，我们把自己从那个连结中抽离出来，变成了宇宙这台大机器旁边的孤独观察者。但最讽刺也最精彩的地方来了，正当我们以为自己跟世界已经彻底失联的时候，最顶尖的科学却钻进我们自己的身体里，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无可否认的连结。一种你可以在显微镜下看到，在血液里测量到的生物化学连结，
把我们的身体活动和心智状态用前所未有的精确方式紧紧地绑在一起。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回圈，我们从对宏观宇宙连结的直观感受，绕了一大圈，回到了对微观身体连结的科学证实。完全是这样，这也彻底改变了我对运动和健康的看法。身体和大脑根本不是两回事，它们是一个不断对话的共同体。照顾肌肉就是在投资大脑，这笔投资报酬率太高了。说到这里，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思考。巴菲尔的那本书的副标题是一项对偶像崇拜的研究。如果说过去那个最大的偶像是那个认为世界与我们意识完全分离、纯粹客观的观念，那么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关于激动激素的新科学，不就正在用最科学的方式帮助我们打破那个偶像吗？它证明了我们的身与心是内在深刻地连结在一起的，根本无法分割。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既然肌肉和大脑之间有如此奇妙的对话，那在我们的体内和体外还有多少像这样的我们至今视而不见的连结，正等着我们去重新发现呢？